第54章，老板跑了。光阴荏苒，转眼又过去了1个多月了。时间到了12月下旬，马上04年就结束了。11月和12月我的业绩相当稳定，保持在4、5万的样子，名副其实销工的水平。现在博越深圳公司已经没有人找我挑衅了，我连杀一部2大销工的惊心动魄，给了很多人威慑。在公司我已经有了微信，我对孙红英一战而胜之后，在公司并没有引起男女的对立。孙红英好像彻底的安静了，和他一起安静的还有宋果。宋果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说他一定要干到销工，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。我没有回复，结果这几个月宋果平平无奇，一直都在生存的边缘挣扎，单子做得很艰难。所以说，像博越的工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。全公司100多商务代表，其中销工只有10个人，10几比1的比例就说明了一切。我创了公司的好多记录，别人说我很有天赋，我很想说，如果我都有天赋的话，那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适合做业务的人。当然，我也不妄自菲薄，如果说我真有一点点天赋，可能就是我的性格天生不服输，不低头，反正就是认死理。所以温小兵也好，孙红英也罢，他们都想拿捏我，结果都被我拿捏。而8部目前除我之外做的比较好的，一个是老唐，一个是方柔。方柔做的好在情理之中，但是老唐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，就足以证明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要成事，很多时候真的和所谓的天赋无关。就以做业务来说，很多伶牙俐齿、能说会道、油嘴滑舌的人干不好这个工作，但是很多看上去很木讷、不善言辞的人，他们偏偏能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。所以在商场上混迹的时间长了，识人辨人的本事也会日益渐长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这里面的学问很深。深圳香蜜湖，马从敬就住在这里。今天他家里来了客人，马，你究竟是怎么考虑的？是不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博越的忠臣？马从敬家来的客人不是别人，赫然就是丁姿。马从敬明显和丁姿比较熟悉，两人品着红酒，吃着火腿，很有小资的情调。马从敬嘿嘿的笑道：丁姿，我给你介绍了男朋友，你是不是一点也瞧不上人家？丁姿就捂着嘴笑道：才不是呢，不过你介绍的这小伙，人家不主动啊，上一次给我电话说要吃饭，几个月都不联络了，追女孩子不诚心。马从敬道：我马上给他打电话督促他，这小子不诚心怎么成？丁姿举起红酒杯道：马，不要转移话题，也不要逃避问题，你就不能正面回答我的话吗？马从敬摇摇头道：丁姿，我肯定是不会离开博越的，至少暂时不会走。丁姿摇摇头。马从敬道：我知道你们下了很多功夫，甚至还派人打入到了我们深圳公司的内部，那个宋果应该是你手底下猎头的人吧？丁姿摇摇头道：那些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不屑于针对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耍小心眼玩小动作的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所谓猎头也好，还是挖人也罢，那都是小打小敲，根本就成不了事儿。真要成事，需要大手笔。丁姿放下了酒杯道：好了，我当你是朋友，所以今天才过来跟你碰个面，既然你还是不愿意跟着我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希望你好运。丁姿告辞，马从敬便觉得不安稳，他很清楚丁姿的到来意味着什么，博越公司一定有大事发生了。我忽然接到马从敬的电话，差不多晚上12点了，马从敬就一句话：陈斌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就算是天塌了，我希望你能等我回来，有没有问题？我愣了一下，道：老马，你什么意思？能发生什么事儿？莫非要发生世界大战了吗？马从敬哈哈一笑，道：谁知道呢？可能有事，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，只有天知道。我说没问题，就算天塌下来了也等你，只是你自己悠着点，别玩完了。我当时并没有在意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是第二天一上班，我感觉不对劲了。我发现早上上班的人非常少，其他部门零零散散来了几个人。八部这边一帮兄弟们过来后都很懵逼。方柔神神秘秘的凑到我身边道：陈斌，出事儿了，我听说我们博越的老板跑了。啥？博越的老板跑了？博越的总部在北京呢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下面的普通员工肯定是不了解情况的。但是时间往前推进，事情渐渐发酵，真实的情况开始浮出水面。博越科技创始人、博越科技总经理陈从海辞去职务，率领核心团队出走。这个消息刷屏了整个互联网圈子。陈从海的名气太大了，号称是互联网营销的教父，被称为是博越科技的灵魂。而现在陈从海突然走了，那博越还是博越吗？中午的时候，最新的消息出来了，陈从海从北京到了深圳，带着几千万的资本收购了深圳上高科技有限公司，自己出任深圳上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一下明白马从敬说天要塌了，原来是指这个。深圳公司商务总监周光华据说已经辞职了，深圳公司的主要商务经理、销售工程师都收到了来自上高的邀请，而我也在下午2点左右接到了电话，电话是宋国打过来的。他道：
陈斌，公司发生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一些，我这一边春秋猎头公司的负责人想跟你见个面。我道，宋果，还是算了吧，我不见任何人。宋果道，博越科技已经垮了，公司马上要不复存在了，你还待在那边吗？我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是为你好，你不要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我笑了笑，道，谢谢你的好心，但是我真不想见任何人。